到了睡美人山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树，这是黄龙风景区的下集影片。那麼在上集影片我們有介紹到黃龍風景區位於四川阿壩州松潘縣，與九寨溝齊名，同為世界自然遺產。這裡以彩池、雪山、峽谷、森林四絕著稱，被譽為人間的瑤池，海拔從1700米到5588米不等，地貌奇特，擁有全球罕見的鈣化地貌群落。最著名的景點黃龍溝，也就是我們今天遊覽的這一條山溝，全長7.5公里，數千個五彩斑斕的彩池層層疊疊，如同天上的瑤池流落人間。黃龍風景名勝區是九寨溝以外最值得遊覽的川西秘境之一。話不多說，我們開始今天的旅行吧。這是接仙橋，一个小景點。如果你沒有看過黃龍的上集影片，推薦你先看上集，再看下集，這樣你可以獲得更加全方位的旅遊體驗。如果你兩集影片看下來，基本上相當於你已經欣賞過黃龍風景區的絕大多數精華了。土地廟。到這一路上有好多朝歷代名人詩家的一個作品，最高峰望雪山。我感覺有點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本來我想進去吸個氧的，像上次那裡是2塊錢5分鐘，這裡不是氧吧，它是醫療巡迴點，要收19.9塊，然後我就沒吸了，感覺很吃力說話，可能是比較累了。這裡景色很好哎，這個跨在水上的一個木棧道。從上面上來還是值得的哈！你看，這木棧道修在這些鈣化的一個河流上的，既可以看水，也可以看這些五顏六色的彩池，還可以看遠山的層巒疊嶂，仙氣飄飄。哇，這水泛着一股淺淺的綠色。哦，這裡拍照感覺是最佳的拍照點，它既有近景又有遠景。看到這個景色，我真的提醒要來黃龍遊覽的朋友們啊，真的一定要走一走這個上山的棧道啊，千萬不要坐索道下去啊，那錯過這個美景真的很可惜。咱們承受了下雨的不好，但是呢，也收穫了它雨後這個仙氣飄飄縈繞在山間的這種很美的畫面啊。那個水池裡面還有一個樹木哈，一隻小鳥。你別老想着，按这样手表照一照，你说，肯定是。真的是巧奪天工呀！每個水池的一個高度不一樣，但是都灌了滿滿的有顏色的水，而且它的這個形狀也是各不相同的，有一些像花瓣的形狀，
麼多人哦，但是人挡不住它那种遗世独立的美。这边就没有。听到有游客说，好像右邊是人造的，不了解了。也許它天然的一個形狀是這樣的，就沒有一個一個池子。我聽到有遊客說，我媽太可惜了，她坐索道下去了，看不到這樣的美景。哦，這垃圾是這麼背下去的。這個叫真堰池，面積2萬平方米，由658個彩池組成，海拔3400米，是黃龍溝第2大彩池群。第1大那顯然就是前面的五彩池。這麼小的朋友就能來領略如此美景啊！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哪裡看過什麼風景？這個縣城都沒出過。又下雨啦！這是梭羅堰彩池。明鏡倒影池，這雨下大，這個就顯得迷濛了。大疆 Pocket 3口袋相機3代，口袋相機3代，对。
小心一点。是的，这是个小松鼠。有东西吃吗？我没有。哇，好酷哦！你不怕人呢？拜拜。你好。我在喀纳斯学会的怎么分辨雲杉跟冷杉。雲杉它的樹枝是像傘狀一樣向下垂的，而冷杉呢，它是向上的。对面山的顏色感覺很有韻味啊，它是那個黃綠色的。大概還有2公里到出口。哇，这好漂亮，这个。这裡是盆景池。山又被擋住了。
這雲霧很快散開了，你看山坡像是披了一件那個黃綠色的毯子一樣，顏色很低調，但是又很奢華的感覺。這麼一路走了還挺久的，就是一路沿着這個小河修的栈道，一路下坡慢慢走。哦，原来这裡叫金沙鋪地，海拔3290到3403米，長1300米，寬40到122米，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同類地質構造中狀態最好、面積最大、距離最長、色彩最豐富的地表鈣化灘流。原來有1.3公里啊，難怪走了好遠，但是我覺得很享受，就這麼走下來。這裡是金沙鋪地的終點，下面應該是個小瀑布。這個瀑布叫蓮台飛瀑。这高度应该是有，寬度大概是有50米。前面是洗身洞。這從五彩石那裡下來，我覺得挺驚豔的。你看這個山坡啊，很像是一個草原一樣，一個垂直的草原啊，那種青翠欲滴的感覺啊。這好像是野生動物啊，不像家養狗，好特別的皮毛的顏色，就充滿了有一點野性啊，不像是家養狗那種。特別翠綠的湖泊。
剛看的叫飛瀑流輝，瀑布飛流直下，瀑高14米。你看，1910年，它就是这种一个一個圍着的小池子了。走不动了，坐一下。在高原旅行，真的要認真對待。買了一根腸，景區說為了環保不給簽子，好燙啊，8塊錢。走了太久了，沒吃什麼東西。剛才還差500米的時候，我就又有一點低血糖的症狀了，感覺有點暈，而且渾身無力的。我就在想，我不最後500米都走不出來吧？還好，就剛才看到那有賣東西的，趕緊補充一點能量。所以大家來這高海拔地區旅遊啊，建議結伴而行哦，好有個照應。這條隧道是有8公里是嗎？對，7.9公里。整個的一個交通安全。拼車上學，從黃龍景區來到了黃龍九寨站，看隱隱在群山之中，它就是一個很狹長的山谷，兩邊是高山。
有人說來過九寨溝就不必我來黃龍了，其實他們两個各有千秋啊。来的时候这个扶梯可以说站滿了遊客，密密麻麻的，回去就只有我一個人，真的很方便啊，它這種細節都做到了。像有的地方的話，哪裡會給你一個扶梯啊？黃龍九寨站，新的高鐵站，我相信這不是我最後一次來這高鐵站，未來我一定還會再來的，也許是秋天或者冬天，我要把整個九寨黃龍的這些不同季節的美景啊收入囊中。藍調時間，這片山谷又將恢復平靜。全是全國各地的遊客，準備返回成都。從國外旅行回來一段時間了，一直在城市裡生活，所以突然來一次這種在大山深處的一個旅行，感覺特別耳目一新，心曠神怡。屏幕前的朋友，你有多久沒有旅行了？有一句話最近縈繞在我的腦海，是什麼樣的遠大前程值得我們辜負這美麗的世紀？我相信如果有時間出發吧，一定會有難忘的收穫。翹腳牛肉，我曾在爬峨眉山的時候，在峨眉山腳下的樂山吃過。樂山是正宗的這個翹腳牛肉啊，關於它的故事我也有詳細介紹過，當然那集影片我還沒發出來。還有一些辣椒麵這樣吃。這份20元，裡面下面是包菜，還有一點這個香菜。樂山那邊街頭巷尾都有這種小碗的、中碗的、大碗的翹腳牛肉，那個配菜豐富的都。今天比較疲憊了。哇，有個落地窗，看到成都的萬家燈火，可以呀、不錯不錯。25層，這房間雖然不大，但是還挺溫馨的。沙發、辦公桌啊、電視都有啊，這是辦公桌。這洗衣機、馬桶乾濕分離的哈，一次性吹風筒，看一下，一次性馬桶坐墊，2瓶礦泉水，還有這個驅蚊的，這可太實用了。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請記得幫忙點讚、訂閱我的頻道哦，這對我是很大的支持。好了，感謝收看，我是阿樹，我們下期見。